西方政客要乌克兰割还4国领土，普京迎来神助攻，瓜分乌克兰是否正式开始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绍。在俄乌冲突持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展开大规模反攻的情况下，普京面临着国内外反战压力越来越大。虽然俄乌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是北约东扩，但是普京推行的维护俄罗斯族利益的政策也是重要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前苏联时代将俄罗斯的领土划给乌克兰所造成的。到现在，虽然普京一再声称对乌克兰的领土没有企图，正在进行的只是特别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未能打消西方国家的质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罗马尼亚前外交部长安德烈·马尔加给普京送上了神助攻。他罕见地对俄乌冲突发表评论，并称乌克兰必须把外喀尔巴阡割还给匈牙利，加利西亚割还给波兰，布科维纳割给罗马尼亚，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割给俄罗斯，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因为这些领土大都是俄、匈、波、罗4国的历史领土，苏联把它们划给了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苏联解体后又被独立的乌克兰继承了下来。马尔加还指出，乌克兰的危机必须通过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盟在内的主要国际参与者的谈判来解决。对此，乌克兰方面声称，马尔加的言论是特别恶劣的侵犯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接受。看到这条消息，国内有些朋友认为这是西方准备瓜分乌克兰的征兆。类似的推测还有泽连斯基与波兰签订卖国条约，波兰准备吞并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地区等等。在俄乌两国交战的情况下，要说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对乌克兰在前苏联时期划走的领土没有想法，那恐怕是不现实的。但是还有人相信乌克兰的东欧邻国会参与瓜分乌克兰，那恐怕就错了。首先，维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不仅仅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也是西方对抗俄罗斯所必须遵守的默契和底线。不是这几个国家不想瓜分，而是这样的观点在整个国际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中很可能不会被认可。其次，瓜分乌克兰领土实际上等于在证明俄罗斯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也就是在帮助普京在反俄就是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敢站出来说这种观点的也只有欧洲的前政客，而不可能是现任的政府官员，因为提出这类观点等于自毁其政治前途，甚至呢会被西方国家集体看成是叛徒，完全没有必要。最后，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西方国家才是乌克兰背后的真正支持力量。在涉及乌克兰主权的问题上，还轮不到那几个乌克兰的邻国有所作为。也可以这么讲，如果哪个东欧国家敢向乌克兰索要领土，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能很快就会被美国搞掉。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的是丛林法则。总体来看，乌克兰目前不存在被西方国家瓜分的问题，因为这种行为不会被美国接受，也难以被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在乌克兰军队与俄军鏖战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个别政客发表的言论很可能仅仅是个人的观点，难以在美国的压力下对该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相比而言，如何帮助乌克兰削弱俄罗斯，才是这些西方国家为了自保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重点。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